李冰雨，我这衣服让你给我收洗，你怎么没洗啊？我没空，自己洗。我洗？我娶你回来是干嘛的？按你的意思，娶我回来是干嘛的？你是我花钱买回来伺候我为家的，懂吗？我看我就是把你伺候的太好，才让你这么心安理得、肆无忌惮。顾站主，这衣服你洗不洗？不洗。你敢跟我动手？你敢打我？哎，妈，你去干嘛？这两口子吵架很正常，你就别去了，免得伤到你。他俩都打起来了，万一你哥把你嫂子逼走了怎么办呀？哎，怎么可能啊？这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你以为我嫂子是什么善茬啊？起开！妈！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跟冰玉动什么手啊？我这在管教他。我也是在管教你。妈，是他不知好歹，连个衣服都不给我洗，这样的女人我要她有什么用啊？你自己没长手没长脚吗？凭什么都指望我？你干什么呀你？还想动手？是不是想连我一块打呀？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谁叫你动手打老婆的？从小到大你的书都白读了，真是丢我们老李家的脸呀！妈，你怎么不说他呢？我说他什么呀？冰玉没说错也没做错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上幼儿园的时候，老师没教过你吗？我娶她回来就让她伺候我的呀。你哪来的底气说这样的话？你要本事没本事，要才华没才华。冰玉肯嫁给你，已经是咱家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，你怎么还不知足啊？妈，到底谁才是你亲生的呀？你怎么净胳膊肘往外拐啊？都是一家人，什么亲不亲生的？你是想以后嫁人了，你老公打你的时候，你婆婆和你小姑子在一旁煽风点火，火上浇油吗？冰玉，你犯不着跟他动手，他力气比你大，身体比你壮实，你跟他动手只是伤敌800，自损1000。以后他再惹你生气，你跟妈说，妈帮你抽他。妈，你真打呀？不想挨打是吧？工证卡拿出来。妈，密码。我生日。冰玉，像我这样抽完了，咱俩出去吃大餐，开心的买衣服，刷他的卡。妈，你这都跟谁学的呀？你我还不知道啊？掉进钱眼里的铁公鸡。冰玉孤身一人来到咱们家，是来感受第二个家的温暖的，不是来给你当牛做马受你气的。所谓夫妻是夫在前妻在后，先有好丈夫后有好妻子。都知道你敬我一尺，我还你一丈的道理。你不对他好，他凭什么对你的家人好？真正的男人从来都不是在家里对结发妻子呼来唤去，而是在狂风暴雨里替妻儿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冰玉，走，妈带你出去散心。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孩子怎么连个妈都不叫了？亲家母来了。这不想闺女了吗？就带她弟弟过来看看她。你看冰玉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喝的牛奶，还给你买了花呢。爱喝牛奶的是弟弟，我乳糖不耐受，从来不喝牛奶。还有这个花儿，应该是弟弟毕业学校送的毕业礼物吧？校徽都不挡一下。那可能是我记错了。你也是知道你弟弟毕业了，也不打个电话过来。峰瑞毕业了，冰玉刚升职，工作比较忙，咱进来聊吧，沙发上坐。现在工作不好找，这大学毕业了都找不着工作。我这小儿子啊，也是进市里找了好几次工作都碰壁了。冰玉，你都当经理了，你在公司应该也算能说得上话，要不你跟你老板说说。亲家母，这都说新官上任3把火，如果冰玉刚当上经理就摆架子往公司里拉关系，以后怎么好服众呢？是不是啊？
就是啊，再说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？现在市里有很多单位，听说都招不到人呢。那都是血汗工程，打工岗位，纯靠卖体力、加班才能多拿钱。像人家那坐办公室的白领，都是走后门进去的。你凭什么看不上人家体力活？不过就上了个普通大学，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，有工作就不错了，别总眼高手低。你看隔壁泽航，初中刚毕业就进了工厂，我大学读了4年，我要跟他一样进了工厂，工资不如他，待遇不如他，我还有脸出门见人吗？那你在家啃老就有脸了。你那么会学习，你怎么不去考一个公务员呢？你以为考公务员像吃饭喝水那么简单啊？行了行了，那你弟弟说的也有道理。这大学毕业了还去当工人，那咱这大学不就白读了？既然你不愿意帮你弟弟安排工作，那我们就想办法找别的单位。你以后每个月再给家里多打3000块钱，我们也好托关系送礼。亲家母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丰瑞上大学一直都是冰玉借债供他读完这4年书的。这怎么现在都毕业工作了，还让冰玉掏钱呢？现在花点小钱不算什么，以后丰瑞要是结婚娶媳妇儿，那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。丰瑞有了好的工作，那将来彩礼钱他也能少拿点，不是？总之啊，是稳赚不赔。是，你们是稳赚不赔了，吃亏的人是我。你们2人从进门到现在，明里暗里的跟我要钱，却绝口不提怎么偿还我这么多年供弟弟上大学花的钱。看来这书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，李冰玉？当个经理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以为当个经理就可以六亲不认了。你天天在婆家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管过我，管过爸妈的死活吗？你要这么说，那咱来算笔账吧。大学4年，学杂费4万，生活费大约8万，放假回家，差旅费加装饰费差不多20万。这个数我可没有多算，我自己都没有上过大学，却要挣钱来供你读书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丰瑞的姐姐，你俩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，身体里流着相同的血，就凭这点儿，你这辈子都没法改变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法律上可没有哪条规定说姐姐有赡养弟弟的义务。冰玉之前供养丰瑞是出于情分，但这份情在你们今天找上门来威逼利诱他之后不存在了。行，就算你不用管你弟弟，那你也要管我和你爸爸。我们生你养你，你必须赡养我们，给我们掏钱养老。父母丧失劳动力和生活贫困，才有让子女赡养的权利。你们目前还不符合。就算赡养了又怎么样？我之前每个月给你们的赡养费，你们可是转手就给了弟弟。既然你们用不上，那从今天起，我绝不会再汇1分钱。行啊你现在可真是翅膀硬了，连自己的亲爸亲妈都不管了。你把我们当一家人了吗？你还配姓李吗你？尊重都是相互的，你让冰玉把你们当家人，可你们又是怎么对她的？冰玉嫁到我们家，那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。你们不疼她，我疼她。她既然叫我一声妈，那以后就是我的亲闺女，跟你们不再有任何关系。冰玉，你确定要和我和你弟弟断绝关系吗？我对这个家早已经失望透顶了。如果不是我婆婆帮我还清债务，对我关心照顾，我真想象不到自己还能在你们的压榨下活多久。既然丰瑞现在有能力赚钱了，那以后就让他来替我尽孝吧。好啊，好你个不孝女啊！今天我非打了你的！这是我家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你好意思骂冰玉不孝？家养他16年，他养家17年，家养他1口，他养家3口。他为了养家，放弃学业，失去前途，贡献的都是他实打实的血汗钱。他不孝，那请问什么才是孝道？口头孝子，香火孝子，谁不会呀？我今天还就不惯到你们了。听好，以后你们休想在冰玉这拿到1分钱。要是有什么不满，我欢迎你们上法院起诉，我会永远站到冰玉身后，奉陪到底。